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奢牌代言再添一席，从土味女孩逆袭成高奢宠儿。从土妞到继范熙首位中国籍全球代言人，赵丽颖用实力演绎现实版我命由我不由天。黑色短发配枪脖领西装的酷飒造型，完美诠释了品牌优雅前卫的理念。这背后是吊威亚摔伤腰，为角色暴瘦的汗水浇灌。赵丽颖又放大招了，这姐们们生干大事的本事简直绝了。谁能想到当年那个被炒土妞的姑娘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继范熙彩妆全球代言人。这可是品牌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全球代言人啊！黑色短发配枪脖领西装，这造型简直帅到没朋友。谁说甜美系不能走酷飒路线？赵丽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就是行走的时尚教科书。这组大片把继范熙优雅、个性、前卫的品牌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，适配度直接拉满。还记得她刚出道时那些质疑声吗？农村来的没气质，土里土气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些话简直啪啪打脸。从陆贞传奇到风吹半夏，从金鹰视后到国际奢牌代言人，这姐硬是用实力给自己写了部逆袭爽文。有人说她运气好，可哪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？拍戏时吊威亚摔伤腰，为了角色增肥又暴瘦，这些付出都被选择性忽视了。如今这份荣耀，不过是汗水浇灌出的果实罢了。看看她现在的状态，短发造型比之前的粉发有质感多了。时尚表现力肉眼可见地提升，每次亮相都能带来惊喜，这让人联想到最近某女星因造型翻车被群嘲的热搜。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姑娘，到如今站在国际舞台中央，赵丽颖的成长轨迹，不就是现实版我命由我不由天？当然，这话可能有点绝对，但她的确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起点不能决定终点。想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也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？总有人喜欢给他人贴标签，可真正厉害的人从不在意这些闲言碎语，他们只会埋头赶路，用实力让质疑者闭嘴。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与其在意别人的评价，不如专注提升自己。从土味女孩到如今的高奢宠儿，赵丽颖的时尚进阶之路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励志史诗。在内娱的审美偏见中，曾经那个被标签为土、不时尚、不适合时装精的赵丽颖，如今却在全球奢侈品牌的争相青睐中，完成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华丽逆袭。这不仅是一个女演员形象的重塑，更是她长期积累下来的口碑、努力与审美意识的集体爆发。赵丽颖再次被某国际奢侈品牌官宣为全球代言人，不仅登上了多国媒体热搜，更在社交平台掀起了一轮热议。人们一边惊叹她造型的高阶感，一边重新审视她在时尚界的站位。要知道，在早些年，赵丽颖一度被质疑为红毯绝缘体，网友吐槽她气质土，时尚感不够，甚至有媒体直言她与高奢风格格不入。然而，她没有急于证明什么，而是选择以时间为证，在作品中沉淀，在造型中进化，在形象上慢慢生长。赵丽颖并非那种天生气质出挑、带着浓郁时尚感的明星，她的出身、成长背景、早期审美都曾被人视为短板。但她最难能可贵的一点，是从未被这些声音打倒，也没有被外界的审美绑架。在无数次的红毯尝试、时尚杂志封面试水后，赵丽颖逐渐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风格定位。从早期的甜美可人，到后来的干练优雅，再到如今游刃有余的驾驭极简高冷、复古华丽、东方高级感等多元风格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人们的认知。奢侈品牌的代言背后，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颜值或人气，更是一种全球化市场的深度考量。赵丽颖能够连续拿下多个顶级品牌代言，其实正说明了她个人影响力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稳定与强大。她的社交媒体数据真实稳定，
带货能力突出，同时具备极高的国民好感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个人形象干净、独立、坚韧，没有绯闻缠身，这些都正中奢侈品牌的弧心诉求。这次新代言曝光的造型中，赵丽颖身穿品牌定制礼服，以及剪裁衬托出东方女性的柔美和力量，妆容清冷而克制，气场全开又不失温柔。那一刻，无数网友直呼这才是中国女星该有的高级感，赵丽颖真的适合高奢品牌。镜头捕捉下的她，自信而坚定，那不再是那个被人质疑穿搭土气的小花，而是一步步用实力和品味证明自己的女王。而她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，归根结底是她从未停止成长。在演艺事业上，她不惧流量退潮，敢于挑战不讨喜角色，在《幸福到万家谁是凶手》等剧中一次次突破自我，摆脱古偶小白花标签。在生活中，她拒绝流量至上的规则，更看重长久价值的积累和内在能量的修炼。时尚对于她而言，从来不是浮于表面的装饰，而是逐渐内化的表达。当赵丽颖从曾经那个带着泥土气息的姑娘，一步步进阶到如今能与国际一线品牌同频共振的代言人时，她所展现的不只是一个女明星的成长，更是一种属于中国女性的励志典范。这一路并不容易，赵丽颖的逆袭不靠资本背景，也没有人设包装，她靠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，靠的是在低谷时不放弃，在嘲笑中不辩解，在质疑里继续前行的那股韧劲。她在没有剧播、没有热搜的平静时期，仍然能保持高热度和极强话题性，这样的长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。当时上圈终于为她敞开大门时，她已做好了足够准备，不是靠惊艳一时，而是靠打动人心的底气与内力。如今的赵丽颖不再需要依附任何热度，她拥有了话语权。她可以选择想合作的品牌，也可以影响品牌的风格。她的每一次代言都在让人重新审视高级的定义，而她自身的质感、情绪与风格也早已不再是时尚圈的外来者，而是成为新一代时尚审美的定义者之一。写到这里，也许很多人会重新思考时尚和土气的边界到底是什么。一个人被贴上土的标签，有时只是因为他暂时还没有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风格。赵丽颖就是最好的反例，她没有被标签束缚，而是努力的去理解、学习和蜕变。正因为她不属于某种固定的模式，才更具变化空间。正因为她曾经被误解，所以如今的成功才更令人动容。在这个流量如潮、审美如风的娱乐圈，赵丽颖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和路径证明了：你可以慢，但一定要稳；你可以不惊艳一时，但必须足够扎实；你可以不起眼，但一定要在属于你的舞台发光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一个普通出发的女孩，只要足够坚定，都能走到令人仰望的高度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无论你是否是赵丽颖的粉丝，在她的故事中，我们都能读到一个关于坚持和破局的现实预言。在被定义和否定中勇敢地活出自我，在时代审美不断变迁中不失本心，在众生喧哗的娱乐世界中安静却坚定地开辟属于自己的路。这份力量不只属于赵丽颖，也属于每一个在自己人生舞台上努力的人。所以，请继续支持那些默默耕耘却不断绽放的人，也请相信每一个曾经不被看好的人，都有可能成为照亮行业的一束光。赵丽颖的逆袭是她个人的荣耀，更是整个行业多元与包容的胜利。而我们作为观众，不妨用更多耐心和温柔的目光去陪伴、见证更多的她和他们的破茧成蝶。王一博27岁逆天觉醒，内娱真被他先捉了。我就想看看，除了那张脸，我还能靠啥站着？王一博从被炒酒漏鱼到亚洲摩托车冠军，李子柒从种黄豆到文化输出，他们用行动证明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但首先你的是真金。巴黎香奈儿秀场灯光亮起的瞬间，那个顶着羊毛卷的年轻人让整个时尚圈炸了锅。
王一博身上那件粗花呢外套，官网库存3秒清零，二手市场价直接飙到原价的8倍。这还没完，3天后人家西装笔挺坐在全球文明对话会议的嘉宾席，在一众政要学者堆里格外扎眼。27岁的小伙子愣是把时尚 icon 和国际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玩出了无缝切换。当年那个在天天向上被炒酒漏鱼的少年可没少挨骂，主持正风波闹得沸沸扬扬，拍戏时写错字被截图做成表情包，换别人早买800个热搜洗白，这位爷倒好，扭头扎进摩托车训练场，摔断锁骨后硬是捧回亚洲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奖杯。纪录片《我的时代和我》里，他顶着满头汗珠练滑板，镜头记录下膝盖上层层叠叠的淤青。这片子后来拿了美国广播电视大奖，官方认证的头衔在他身上跟叠 buff 似的。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的聘书墨迹还没干，冬奥文化宣传大使的绶带又挂上肩膀。无名里那个阴质的汉奸角色让评委们吵翻了天，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名单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。综艺里即兴跳的街舞让导演陈正道拍大腿，这小子必须来演我的新片。同场国际会议上露脸的李子柒也是狠角色，为拍3分钟酱油酿造的镜头，他真从播种黄豆开始等足180天。做蛋黄酱那期视频里的小鸭子，是他亲自从雏苗养成会下蛋的母鸡。爆红后拒绝所有直播带货邀约，蹲在四川山里跟非遗传承人学蜀绣，手指被银针扎的都是血点子。油管上老外们看着他的视频学中文，文化输出4个字被他的镜头语言诠释的淋漓尽致。这俩人看着八竿子打不着，骨子里却都是倔驴脾气。娱乐圈天天上演抢 C 位、炒 CP 的戏码，王一博在赛车场鸣油门。网红圈到处是家人们冲销量的嚎叫，李子柒举着摄像机追日出。有次采访被问为啥总跟自己较劲，王一博搓着赛车手套上的划痕笑，我就想看看，除了那张脸，我还能靠啥站着？还真让他站住了。街舞比赛里专业舞者对他行碰拳礼，摩托车赛事解说员喊他85号职业车手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桌上放着写他名字的喜卡，那些曾经嘲笑他学历的黑粉渐渐发现，这小子闷声干的每件事都像在砌墙，砖头码得歪歪扭扭，但水泥浇的死牢。李子柒的泡菜坛子更绝，韩国网民为这坛泡菜炒上总统府青瓦台官网，文化研究院的教授们把他的视频当教材逐帧分析。有次他熬制传统胭脂，从清晨摘凤鲜花到深夜成膏，20小时浓缩成3分钟。弹幕里各国文字刷着相同的话，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。内娱这几年塌房的男明星能凑好几桌麻将，王一博的成长轨迹却像出反套路爽文。被骂文盲就去演文艺片，被嘲花瓶就玩命练成职业车手，黑粉越跳脚他越来劲。有次摩托车比赛前发高烧，队医拦着不让上场，他裹着羽绒服嘟囔：“那些骂我作秀的，不就等着看这出吗？”传统网红那套玩法在这2位面前显得特别滑稽。当别人忙着研究怎么在直播间喊3、2、1上链接时，李子柒正在跟七七老师复学描金。当营销号计算着怎么编造恋情热搜时，王一博在敦煌拍戏间隙跟着壁画修复失学矿物颜料调配。有网友说的妙，人家在修长城，他们在垒积木。官方眼光也毒得很。全球青年领袖名单不要流量小生偏选王一博，看中的是他身上那股子较真劲儿。推广滑板运动真能带动青少年体育，讲述敦煌故事确实促进文化传播。就像李子柒能被请去 APEC 会议，靠的是实打实的数据，他的视频在海外平台播放量抵得上10个省级电视台。现在明白为啥这俩人能杀出重围了吧？娱乐圈像个巨大的赌场，多数人忙着压住短期爆款，他们却默默存定期。当同行们焦虑着过气怎么办，王一博在摩托车引擎声里喊：“
我的人生又不止娱乐圈这一条赛道。李子柒更绝，他在最新视频里埋下新彩蛋，镜头扫过工作室角落，蜀绣绷架上绷着未完成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那些总抱怨市场残酷的艺人该醒醒了。观众早不是当年那帮看脸就尖叫的傻白甜，大家分得清谁是镀金的绣花枕头，谁是实心的黄花梨。就像老话说的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但首先你的是真金啊。27岁的王一博以一种几乎逆天觉醒的姿态，重新定义了内娱男艺人的可能性。他没有循规蹈矩地走一条人设维稳、稳扎稳打的明星之路，而是以一种勇猛、克制而又不失锋芒的方式，将一个公众人物的成长与蜕变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众人或质疑或期待的目光中，他没有迎合舆论的风向，也不急于解释每一次争议，而是选择以实力和成绩掀起自己的风浪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那个在27岁这一年站在巴黎顶奢品牌秀场前排的王一博，也看到了那个在主旋律作品中演技日渐成熟、气场不断外溢的演员王一博，更看到了在综艺、运动、舞台等领域不断探索、拓宽边界的那个多面体王一博。他不再是那个只能依靠流量生存的偶像艺人，而是用一部又一部风格迥异的作品，一场又一场具有话题性的亮相，让人们真正意识到，这个男孩早就不再局限于顶流的框架。无名让他走进主流电影审美体系，追风者则让他在年代正剧中站稳脚跟，而探索心境系列更是打破了圈层壁垒，把一个明星的公众价值提升至了公益与人文关怀的层次。他从未像很多人那样追求短期热度，而是以近乎冷峻的态度在积蓄长久的影响力。哪怕在过去的400多天没有进组拍戏，没有日常营业，但热搜榜上依旧频繁出现他的名字。哪怕常年沉默寡言，不屑参与娱乐纷争，但他所到之处依然能搅动风云。他的沉默仿佛是一种叙事，等时机一到，便能用作品和行动狠狠回击所有质疑。很多人曾用傻来形容他的固执，比如不愿多说，不懂得包装，不在乎镜头语言。但也正是这份傻，在娱乐圈这个容易被虚假包装充斥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。他不需要靠热搜来维持存在感，更不愿靠炒作维系人设，而是以一贯的自律与专业精神，让真正懂得他的人一点点地被吸引、被征服。从舞台到荧幕，从赛车到公益，他把热爱二字贯彻到极致。哪怕身处争议漩涡，他也始终选择独自面对，把伤害和流言都消化在内心，留下的是一个愈发坚定、沉稳、自信的王一博。巴黎时装周的几次造型，成为王一博本年度破圈的经典案例。从羊毛卷造型引爆话题，到3套 look 霸占热搜，媒体评论他具备国际高奢适配度， Chanel 官方也不吝于表达偏爱。一个被认为不时尚的男演员，竟能在全球时尚中心收获如此认同，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他成长的注脚。王一博用近乎硬闯的方式，在每一个原本与他无关的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。他不靠资本扶持，也不靠社交公关，他靠的是一次次实打实的表现和稳中有升的影响力。而面对曾经质疑他连赵丽颖都带不红的冷嘲热讽，如今的王一博早已不需要回应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独立撑起热搜与舆论的流量体量，他的表现也早已配得上国家级背书的高度。从参与宣传主旋律电影到被央视多次点赞，从入围国际电影节红毯到参与乡村音乐教室公益项目，每一步都在表明，他已不是那个只能在选秀舞台上跳舞的男团成员，而是一个可以独立面对公众、多面开花的综合型艺人。在这个流量速朽的时代，王一博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，不迎合，不妥协，不注水，而是用时间和精力构建一个厚重而真实的自己。他的27岁不是爆发的一年，而是他长久努力后迎来的第一个高峰。而这个高峰并不是巅峰，因为他的脚步才刚刚稳固，他的潜力
依旧没有天花板。对于那些始终在关注王一博的观众而言，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他话不多却总能惊艳的节奏。无论是从荧幕上的演技进阶，还是舞台上的爆发力，亦或是生活中那份不动声色的温柔细节，我们都在他的一举一动中感受到他的用心与坚持。他不会轻易许诺什么，但每次亮相都会给人惊喜。他不为讨好谁而改变自己，却总能因真实而打动人心。所以请继续相信他，继续用行动默默守护着这个一路闷声成长的少年。他不完美，但他的倔强与专注却值得被尊敬。他或许不是舆论最喜爱的话题对象，却是无数观众心中最踏实、最特别的存在。愿未来的路上，他依旧能够如现在这般从容不迫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篇章。而你我也能在他的成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勇气与坚定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